男嘉宾小鱼32岁，来自辽宁个体；女嘉宾小杨32岁，同样来自辽宁个体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，夫妻是吧？对。啊，也有孩子了是吧？是。孩子多大？孩子3岁了。行，挺好。觉得他不负责任是吧？心大是吧？对呀。啊，好，心怎么个大法呀？孩子现在3岁了吧？让他哄孩子，带孩子玩一会儿，然后我就是去做事儿嘛。孩子还没睡着呢，他先睡着了。3岁，男孩女孩？男孩。孩子给他哄睡着了，孩子搁那边玩呢，你说他心得多大呀？孩子搁那边要碰了个。其实也不是那样的，因为当时那次我是出去帮朋友办点事情，差不多有接近19个小时都没有合过眼了所以那人家让你帮忙，下半夜11点打电话你就去啊？当时不是突发情况嘛，我说也没有人，你说我这人也比较热心肠。我当时我想你怎么那么热心肠呢？那我家里灯泡都坏了1个月了，让你换一下，你怎么不说换一下呢？我感觉这生活中所谓的小事，其实你也不是不能换，换一下可以吗？最后还是我换的灯泡呢。这终究不是换了吗？的呀？要他肯定不是换灯泡的，对吧？对呀。那灯泡那也是啊，那灯泡也得他换呐，也不能我换。行，这事儿也别说，也别解释。孩子有时候精力旺盛。当初我也特别困，你说就这一回吧。好几回呢。哄孩子是这一回，保护队长。那行了，这件事过了，我们知道了啊，给他先记一过啊。心大，因为哄孩子，孩子把他哄着了。还有别的大心的事儿吗？有啊，那孩子20多个月的时候，因为他喜欢户外运动嘛，他喜欢滑雪，就喜欢那些。带孩子20个月，带孩子上高山滑雪去。他把20个月的儿子带去滑雪。对。单板。对呀，单板，因为酷死了。因为当初我们俩处对象的时候，我就属于运动款的。对。你说特别运动嘛？人家做的很好啊，带儿子滑了。对呀，你看没问题。没问题，那孩子下来哭啊，那还是我哄吗？其实小孩子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。你看在怎么不知道害怕？在国外，他说很多小孩6、7个月都是父亲带着去滑雪的。如果有个你看，相信我的能力，其实相信你能力，你知不知道淹死都是会游泳的呀？也有会游泳没淹死的。当妈的是心疼了是吧？那当然了。哎，现在滑的怎么样了？我是业余的滑雪教练。我说你儿子滑的怎么样？挺好啊。你看看3岁滑的挺好，多骄傲应该。但是你得注意安全。当然您是教练，我们就不说什么了。业余的是吧？对。你说他滑雪板、长板、短板、单板一样一个都自己买。他每次你说这东西买这玩意儿干嘛呀？他每次上雪场可以租嘛，对吧？总是说我，你说你买这些装备，你说都花不少钱，用了一段时间就不用了，就把它淘汰掉，这是很正常消耗品嘛。随着水平不断的提高，总是要换的嘛。那你媳妇儿换不换呢？媳妇儿不能换。行，这事儿过，就花钱大手大脚，对吧？那个不是花钱大手大脚，就是滑雪行不行？行啊，那你告诉我一声啊，自己背个雪板就走了，2天打电话找不着人，然后一打电话，在哈尔滨滑雪呢，你说有意思吗？没意思，这个绝对不对。回来必须那是属于特殊意外。我朋友找我说，他想去雪乡去找一下最北嘛，然后需要找一个比较有专业经验一点的领队，然后我就去了嘛。再说你说我去。也不是免费的，我也是挣钱吧？对呀，挣钱，他挣了6天，给我2千4千，又去制装备了，那这不给我有什么异样？主要是啥？主要是走的时候，我没有和他打招呼，然后回来是我朋友给我说漏的啊。其实我一直告诉他说给2000块钱，要是买装备，他不是发现了吗？你还骗人？其实我这不算骗人呐。哎，你为什么这个去不跟他说呢？因为我要和他说，他根本就不可能让我去，因为我经常喜欢去吉林那边滑野雪嘛，比较贵。那当然了，你是谁呀？你不是我老公吗？我不担心你，你要是别人，你爱上哪滑雪？那我要让你知道，你不是更担心吗？行，明白了。哎，他这个运动天赋当时挺吸引你的吧？对呀，他就像草丛一颗玻璃碴子似的，刺你眼睛。哦呦，脑袋碴子。哎呀，那都刺了眼睛了，刺瞎了是吧？反正不怎么好使了。不怎么好使了。还有什么让你觉得过意不去的？还有就是，
车怎么了？车都能借朋友，那车你说现在网络上那么多，就是朋友出事了，然后还得最后还得是找你，多么危险呀！这个东西你能往外借吗？他怎么说借就借呢？其实我感觉这都不是事，也没有什么。最主要的就是你为什么什么事都不跟我说呢？我们男人有时候借车，说句实话，心里是不想借，但是有时候要面子也借。我们家的车我确实也老借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嘛。对，那你说确实也老借。要我说，也是朋友互相要撑下场面嘛。这个我觉得，所以我感觉，时间又不会久，他不一定会发现。哎，所以我就戒了。对，他什么事都不爱跟我说。啊，你都发现了，他没跟你说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有一些事情。其实不是说什么事我都不，你说我是男人嘛，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你在家里带孩子就可以了，没有必要说每件事你说我都告诉你，因为我多少也得有一点自己的小秘密嘛，这很正常啊。你没有秘密吗？不可能，真的没有秘密。本来就得什么事都跟我说嘛，那去哪你不告诉我，然后打电话找不着人，净干这种事。就只不过有时我出去了，怕他着急，怕他担心，问我什么时候回家，我说快了，很快就回家了。然后我给他打电话打多了，他接了还不耐烦。那你说本身我就有事情，他老催我，你跟他说不就完了吗？你出门之前跟他说我今天要干什么事儿去，我早回来还是晚回来，不就完了吗？他沟通不了，你跟他沟通了吗？他根本就不可能沟通了。哦，所以他怎么不可能呢？你没跟我沟通，我怎么可能沟通不了？那你说我和你明说，我和朋友我要去酒吧，你能让我去吗？那当然不能让你去了，对吧？所以沟通不了，那就别去酒吧了呗。那干脆就不沟通啊。他就是去了，就付钱那会儿的。主要是啊，去了就是付钱。哦，他是去买单的是吧？对呀。难怪呢，还有别的大事吗？基本就是这些琐碎的事儿，然后就是积在一起啊，老是沟通不了啊。到底对我和孩子有没有一些关心呢？其实我对你和孩子也不是说不关心，因为本身我是运动型的嘛，我有我的生活方式，我也是慢慢来改变嘛。你是运动型的？对呀。那你那会儿招惹人家干嘛呀？主要是我是户外型，他在户外把我逮住的。啊？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们俩是同学，但我们不在一个班。啊。我们俩是中学同学。在周末的时候，我们学校很多男孩女孩子都喜欢去郊游、去爬山，做一些户外运动。啊。我俩是在一次户外攀岩的时候认识的。他也攀岩啊？当时是我驮着他。我不敢呐，所以他老拽着我。啊。一来二去，感觉他也吸引我，我也吸引他。啊。慢慢的，小处对象呗。所以你找了一个是愿意做那种相对比较刺激的运动的一个男人。对。啊，他对家庭的责任尽得好吗？当爸爸的责任做得好吗？一般吧，算。那我感觉我做的挺好啊。他陪儿子玩还行，那就很厉害了。其他的，现在很多爹都不会陪孩子玩的。我觉得能把孩子带出去的爹都是好爹。但是我觉得那孩子也是他的，他当然得负责了呀。那就你得看到他的优点啊。他就瞎玩，多危险呢！现在以前没有孩子感觉还行，但是现在有孩子，你得为孩子想啊。好，所以妻子今天是带着一个对先生的那种爱来的，对吧？对。怕他出事儿，担心他，各种担心，从出去的人身安全，到借车所谓家庭的财产安全，到他陪孩子的安全，总之你的心都要为他操碎了。可是这男人不理解你，是吧？你们看怎么办吧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士说的最后那一句话，刚才一下触动我了。她说：“现在有孩子了，你以前没孩子的时候，你这种的玩这种的危险的运动可以；现在有孩子，你得为孩子考虑。”我突然想到了，我马上要生的时候，我先生问一个前辈，一个叔叔，他当时看到自己女儿出生的时候，第一感受是什么？然后那个叔叔他说，我第一感觉就是我怕死了。以前可能干什么事儿都很冲动，可是当我看到女儿出生了以后，我第一感觉就哎呀，我得长寿啊！这么小一个，她以后要长大要嫁人，我太怕死了。所以他刚才那句话突然触动我，我就想跟这位先生说，其实
我们暂且抛开女士这些唠叨、抱怨等等这些事情不说哈，其实她想要跟你传达的是，她担心你的安全，她觉得现在你们是有另外的生命的延续，如果一旦出现什么危险的话，她没办法预料未来的，所以她其实要的很少，她要的是什么？你凡事报备一下，告诉我一声。有的时候女人会斤斤计较，会矫情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她感觉不到自己在你心里的那个位置，你总是把外面的事情看得比她重要，你总是把外面的事情看得比家庭的事情要重要，她找不到这个平衡点了，所以她要一直抱怨，一直唠叨。其实她想要的就是你多能把心放在家里一些，多顾及一下我们母子俩。然后女士就是你从上场你的一个状态，说的好听一点就是唠唠叨叨婆婆妈妈，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有点怨妇的那种感觉了。如果你一味只是会抱怨，只是说把自己的需求全部一股脑的丢给男人，你必须要按照我这方法这么做，你必须要给我回馈，那样的女人肯定没有男人会喜欢的，对吧？其实你要的那些点什么的我都理解，我都明白，但是可以换一种方式，换一种他比较能够接受的。因为你看他的性格是那种爱冒险的，大大咧咧的，你越是这种的紧的方式，把他往回拽的方式，他肯定是接受不了的，好吧？谢谢。好，谢谢邵老师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不完全是存在沟通上的问题，你们两个可能确实不同。你比如说你所讨厌他那些事情，什么带孩子去滑雪那么小，什么一些冒险的事情，其实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非常高兴。就是我孩子的爸爸特别不喜欢这些，我得买装备，先把他爸装备好了，再让他带上他儿子也装备好了一起去。因为我的理解对这个世界，我希望男孩子有更多的视野，更多的挑战，更多的感受。就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。而女士她所需要的是，我有一个安稳的生活，我的孩子是在一个健康的、安宁的状态下长大。你们有这一点上的不一样，但是遇到不一样怎么办呢？婚姻有时候就是要妥协。你为了他的那一份小心谨慎、对孩子呵护的爱，要去妥协，不要带着那么幼小的孩子再去从事那么有挑战的事情，再大一点啊。而你为了你这样一个爱运动、对生活有挑战的这样一个先生，其实也可以有所妥协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去更多的了解一些极限运动也好，或者是户外运动也好的一些基本常识，哪一些是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段玩的，让他去培养。儿子就需要有这样的爸爸，所以多为对方想一想，我觉得你们一定能找到生活的平衡点。谢谢。如果你无论是在外面运动或者是别的什么，你发生了意外，即将离开这个世界，你要打电话，你会打给谁？我的妈妈。我以为你是说要打给自己的妻子呢。其实夫妻之间什么东西都可以有商有量，在生活当中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你的身边跟你出谋划策，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。有好多人想找个人商量，找不到。女人要跟男人商量，并不是要商量的结果，她是享受商量的过程。你一言我一语，看着好像是在做决策，其实是在彼此关爱、尊重和筹划未来。所以说，夫妻之间的有商有量是一种非常关键的感情交流的方式。而男人为什么不喜欢商量？他是因为第一，他觉得这个形式很繁琐；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因素，就是怕自己的女人反对自己。所以先斩后奏。但是自由是相对的。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，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我想说走旅行就旅行，你觉得那样的自由
舒服吗？自由惯了就不舒服了。倒是有一个人管着你，你时常做什么事儿你都要去申请。你说老婆，我能不能干干这个？我能不能去买买那个？当老婆非常愉悦的微笑的点头示意你可以去了，我批准了，你会觉得那样获得的自由是多么的快乐。所以你应该学会享受有商有量。有些女人表面上说有商有量，其实是要彰显自己的能力和权利，其实那样没有必要。商量始终是夫妻交流情感的方式，而不是你扼杀这个男人自由的方式。如果一个男人不愿意跟你商量，很大情况是你有问题。如果每次当他在外面已经出去了的时候，你不再去苛责他，你只是打个电话，只要说一句话，我只要知道你安全就好。你只要保持这样长久的关注，他就能够理解你内心对于夫妻之间商量的诉求的情感点是什么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会内含愧疚，他会主动来找你商量。所以聪明的女人一定是让男人心甘情愿的找着你商量，等待你的批准。就这样吧。都听懂了啊？听懂了。你也懂了？行了，懂了就行了嘛。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我希望你以后就是有事儿跟我一起商量，毕竟我们有一个家，我也不想以后变成不好的情况。其实，我作为一个男人，其实，在某些方面，有很多时候，有的事，我也想和你去商量，想跟你说，但是我每次都感觉，还是我不要和你说的好，因为每次不管我去干什么，如果危险的时候，怕你担心，怕你挂念，但是以后会改的，为了我们的儿子。道理明白了就行了，回去吧，谢谢两位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感谢要保湿伊贝诗纯的爱放心爱伊贝诗纯净面膜提供的赞助，来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，各位请见证。来，这个送给你，请回。